医生说我还有30天可活，我居然松了口气。肺癌晚期，癌细胞已经扩散到肝，手术和化疗都没了意义。确诊当天，女朋友找借口去接电话，就再也没回来。后来同事群里有人发了照片，她依偎在富二代的怀里，我成了全公司的笑柄。我平静地走出医院，爬上写字楼的天台，望着脚下与我无关的万家灯火。挺好，这下真的没有后顾之忧了。就在我准备纵身跃下的那一刻，系统突然找上了我。丁，检测到符合条件的将死个体，绑定成功。什么情况？请于生命倒计时结束前合法花光100亿，任务失败，灵魂抹除，资金已到账。100亿！我盯着屏幕上的一串零，果断走下天台，准备开启这场离谱的有钱人生。我冲进本市最贵的商城，导购小姐看着我身上的衣服，本来想赶人，直到她看到我手机屏幕上的那串天文数字，她的笑容从职业假笑变成了无比恭敬的模样。最贵的？什么最贵？西装还是手表？如果您追求极致，这款腕表全球限量8只，售价2300万，包起来。还有这套手工定制西装，由异国大师，包起来。这双鳄鱼皮鞋，包起来。我挑中各品牌的现货爆款和顶级定制款，指着货架吩咐导购：这个和这个不要，其他的全包起来。3小时后，我拎着几十个奢侈品牌的袋子站在商场门口，看着手机银行发来的消费短信，余额98亿1100万。按照这个速度，我得每天花3亿3000万才能按时完成任务。1个小时后，我衣着光鲜地走进全市最贵的楼盘售楼处，指着沙盘：这一栋我全要了。我放下手机看着他脸色惨白，眼泪是真的止不住了。季冷，你听我解释。不用解释，保安，请这位女士离开。会议室门打开，2个保安走进来，林月月慌了。季冷，你要干什么？我们有1年的感情，你就这么狠心？你不能这样对我，我还爱着你，我真的还爱着你。季冷，你会后悔的。你这种冷血的人根本不配拥有100亿。林月月被保安带走，会议室门关上，走廊里的哭喊声越来越远，最后消失。我坐回椅子上，黄会计淡淡道：季总，税务局的人要来了。2个中年男人表情严肃，坐在我的总裁办公室里。季先生，我们注意到您近期的资金流动异常大，20天内个人消费累计超过30亿。根据规定，我们需要了解您的资金来源。我是投资做沙漠养鱼的。2位税务官的表情变得很精彩，我赶紧补充：还有时光旅行可行性研究，我们已经聘请了3位科幻作家担任首席科学家。我说不下去了，因为我看见其中1位税务官在憋笑。季先生，您这些项目有商业计划书吗？有可行性报告吗？有预期收益模型吗？没有，我们主打一个为梦想尝试。钱是风投来的，境外神秘资本看好我的，独特思维。资本来源是？我不能说，签了保密协议。投资协议能看看吗？商业机密。对话陷入了僵局，最终税务官起身：季先生，我们会持续关注您的资金动向，请您务必确保所有交易合法合规，并按时申报纳税。一定，我最喜欢纳税，纳最足的税。税务官离开后，我瘫在老板椅上，暂时应付过去了。但季总，这不是长久之计，您的资金规模太大了，已经引起了多方关注。我看着余额里剩下的69亿，只觉得这些钱成了最大的难题。随着项目稳步推进，我变得越来越焦虑。还剩42亿，我的团队已经扩大到100人，在市中心最贵的写字楼租了3层，每月光是工资、租金、水电、下午茶就要烧掉3000万，但还不够，远远不够。很快，最让我害怕的事情发生了，我投资的那些必赔项目，有几个竟然开始有起色，只能翻译出饿、困、想出去玩3个词的狗语翻译器项目，居然有宠物用品公司想花2个亿买断专利。警告：检测到宿主的投资有正向回报倾向，请专注于无效支出。2天后，更让我绝望的事情发生了。我正在欣赏我新买的纯金马桶时，陆律师打来了电话。什么？他们竟然在其中一个项目中发现了可以定向分解癌细胞的物质！拦住！无论如何都要拦住，别让专利变现，买断它，然后销毁。老板，这恐怕会涉及故意破坏重大科研成果，是要蹲铁窗的。检测到宿主情绪崩溃，提示可考虑毁灭性创造方案。那是什么？投入巨资建设某项目，然后将其彻底毁灭。例如，买下一座小镇，改造为乐园，再亲手将其拆除。不愧是系统，脑子就是好使。于是我用8000万收购了处于偏远山区的安宁镇，然后投了10个亿，请了最顶级的设计师、施工队，要把这里改造成童话主题度假村。孩子们听说家乡要变成童话世界，兴奋的不行。镇长更是拉着我的手感谢。季先生，您是咱们镇的恩人啊！可我却笑不出来，因为等度假村建好，我就要亲手拆了它。施工期间，我每天看着工地热火朝天，心里像压着石头。这天，一个小女孩跑来找我：季叔叔，奶奶说，等这里变漂亮了，爸爸妈妈就会回来工作，以后过完年不用再去外地了。
是真的吗？我看着他亮晶晶的眼睛，勉强挤出2个字：真的。他高兴地跑开了，桂花的香味飘满整条老街。我站在原地，心中五味杂陈。检测到宿主情绪波动异常，提醒宿主任务优先。闭嘴！任务失败将导致抹除。闭嘴！系统真的安静了。当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里倒计时归零，我的身体一点点消散，我似乎被抹除了。那个小女孩跑过来想拉住，手却穿过了我的身体。她哭着问：“季叔叔，你去哪了？”我醒过来后，枕头湿了一片。清晨，我垂头丧气地走进公司，却在门口撞到了一个女孩，她抱着的文件瞬间散了一地。对不起，对不起。没事，是我没看路。我捡起文件，却发现那是医院的催缴通知。我看着她，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我能帮你吗？先生，谢谢您的好意，但我不接受施舍。不是施舍，是投资。对，我投资你的未来，你可以帮我工作，做什么都行，扫地也行，月薪100万。我知道我看起来像个疯子，但我真的需要把钱花出去。我现在就给你预支150万，够吗？不够的话300万。先生，您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难事？我鼻子一酸，差点哭出来。这1个月，所有人都在问我为什么这么有钱，钱从哪来的，能不能分我一点？只有他问我是不是遇到了难事。很难的事，难道钱都解决不了？女孩走了，看着她的背影，我愣在原地。这是20多天来我第一次花钱，不是为了完成任务，而是因为我真正想这么做。随后几天，我让黄会计筛选出全国范围内因重病无力承担天价医疗费用的普通人名单，承担这些家庭的全部医疗债务，并留下余力开始新生活。钱一笔笔转出去，进度条开始缓慢坚定的跳动，每跳动一次，邮箱里就多一封感谢信。季先生，我女儿的白血病有救了。我父亲的手术费凑齐了，您是我们的恩人。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最朴素的劫后余生的感谢。我看着那些文字，眼泪毫无征兆地掉了下来。终于，进度条拉满，季浪救助基金也正式成立，初始资金30亿，专利抵押贷出的资金全部投入。我们包下了3家医院，免除了所有患者的治疗费用。消息一出，媒体炸了。我住过的出租屋、工作过的小公司、常吃的快餐店都被扒了出来，就连前同事都被采访。季浪，他以前挺抠门的啊，午饭都带便当。评论区的网友两极分化，不管是不是作秀，钱真花出去了，孩子真得救了，我就认他是好人。呵呵，突然暴富，钱来路正吗？只有我好奇他哪来这么多钱吗？富二代中彩票还是……我关掉了新闻网页。陆行舟、周哲、黄墨走到我身边，老板，钱已经花完了，您到底在担心什么？我没说话，只是看着窗外，夕阳正在下沉，还有最后一个任务等着我做决定。安宁镇的改造工程进展很快，首期试运营如期开启。最后几天，我暂时住在镇上。这天下午，我遇到了李奶奶，她颤巍巍的想把1袋米搬上3轮车，我赶紧过去帮忙。哎呦，谢谢啊，小伙子，你是那个季老板对吧？您叫我小季就行。小季啊，还好有你改造咱小镇。我孙子在城里送外卖，风吹日晒的，累得不行。他上次打电话说，等试运营了，他就要回来当安保，守着咱这童话小镇。我没说话，因为我不敢告诉他，等童话镇建好了就要拆掉。李奶奶没察觉我的沉默，自顾自地说。其实啊，我们这些老人不在乎什么童话不童话，我们就想孩子们能回来陪伴我们，一家人热热闹闹吃顿饭。说到这，他转身回屋，很快就从屋里端出一碗桂花糖水。来，我自己熬的，尝尝好喝吗？好喝。那就好，人活着啊，不就图个甜味儿吗？那天晚上，我又做了一个梦，梦见李奶奶站在被拆毁的城堡废墟上，端着一碗糖水问我：“小季啊，甜味儿呢？”我吓得惊醒了，浑身冷汗。距离任务结束还有1天，请宿主专注于目标。我看着窗外的月光，第一次觉得这个系统实在太过分了。最后一天，小女孩拉着我的手，在建好的童话小镇里闲逛。季叔叔，你看摩天轮，那边的冰淇淋店也开业了。季叔叔，我爸妈在城堡酒店工作。安宁镇彻底变了样，童话度假村成了网红打卡地，周末一房难求。镇上300多居民，超过1半在度假村找到了工作，年轻人回来了，孩子有学上了，老人有医院了。倒计时0点0分59秒，再次提醒，任务失败将导致抹除，请宿主尽快下令摧毁。最终，我拨打电话，让等待在外面的拆迁队离开。倒计时归零，系统发出一声长鸣。我平静地望着不远处其乐融融的场面，等待死亡来临的瞬间。然而，什么也没发生。这时，系统的声音再次响起，却已不再冰冷，反而带着一丝人性化的柔和。叮，主线任务完成，触发隐藏任务解锁。检测到宿主于任务最终阶段，请全部资源疏解他人生命危机。
于最后一刻赋予财富与生命的连结之意义，契合隐藏通关条件，于绝境守本心底线，以行动触人性微光。奖励发放中，剩余寿命权限解锁，由宿主自主定义。我视野右上角那个倒计时消失了，恭喜你，季浪，你自由了。恍惚间，我突然意识到，也许系统想告诉我的根本不是怎么花钱，而是当你有了100亿和最后30天，你究竟会选择成为什么样的人？先生，您是说这一栋？对，就这栋，我全要了。今天能签合同吗？销售小姐颤巍巍的去叫经理。经理来了，看了我一眼，又看了看我身上的定制西装，露出职业假笑。先生，这栋楼总价大概在12亿左右，您确定？我直接亮出银行余额。经理盯着屏幕看了3秒，脸色从怀疑变成惨白，再从惨白变成诡异的嘲讽。签，现在就签。小王，给季先生泡最贵的茶。不，把茶叶罐拿来，让季先生自己选。签完合同，我账户少了12亿。晚上，我美滋滋的躺在5星级酒店的大床上，系统却突然提示：冰检测到宿主购入固定资产增值行为，请勿通过资产增值变相完成任务。今日消费增值部分不计入已花费额度，请提高花钱效率。什么？买房子和奢侈品算资产转移增值？禁止购买任何可快速变现的资产，有显著保值或收藏价值的商品，比如房产、珠宝、古董等。这也不能买，那也不能买，那我到底能买什么？建议消耗品、服务、注定失败的投资等。我瘫在酒店大床上，看着账户里的99亿，只觉得人生前所未有的绝望。就在这时，手机突然震动，是公司同事群。今晚团建，人均300，不能请假。下面紧跟着一串收到。我都是亿万富豪了，还打什么工啊？刚想退群，就看到公司有名的碎嘴子发了张照片，照片背景是某个高档派对，我的女朋友正依偎在别的男人怀里。猜猜我今晚在海天盛宴看到谁了？咱们公司前台林月月傍上了沈氏集团的二公子，这可是阶级跨越啊，厉害！真的假的？林月月不是有男朋友吗？就技术部那个季浪。早分了吧？季浪哪比得上沈公子？沈少那可是真富二代。也是，季浪要钱没钱，要背景没背景。林月月那么漂亮，跟了他才叫亏。季浪兄弟节哀啊！群里的消息一条接一条，全都是各种嘲笑和幸灾乐祸。好哥们张铁发来信息：浪哥，别理他们，张科就那德行。我看着他们的闲言碎语，心里却前所未有的平静。随手把11位数字的银行余额截图发了出去。对不起，我摊牌了，其实我是亿万富豪。季浪，你疯了吧？真是年度最佳笑话。这时张铁又私聊我：浪哥中彩票了，给我转点，就60万。叫爸爸。爸爸，我给他转了100万。对方秒收，然后把转账截图发到了群里。我宣布，季浪是我的亲爹。张铁激动的嗷嗷叫，群里彻底爆炸了。紧接着是满屏的爸爸、爷爷。我微笑着无视他们，心满意足退出群聊。吸取了昨天的教训，我注册了一家投资公司，叫必然亏损有限责任公司，然后在网上发布了投资意向，专投绝不可能成功的项目。第一个找上门的是个中年大叔，拿着厚厚的计划书。季总，您看，这是研发狗语翻译器的计划书，能让人类与宠物跨物种沟通。我这个项目绝对能改变世界。投了，你要多少？300万，30万。我给你3000万，只有一个条件，必须全部花光，1分钱不许剩。大叔双腿一软，直接瘫倒在地。第二个来的是个道士。季总，贫道乃龙虎山第38代传人，专攻符咒，用纳米技术绘制符箓，可治疗失眠、脱发、拖延症。投，你要多少？800万。给你3000万，但符咒得改版，我要那种贴手机上就能自动阅付的，贴冰箱上零食自动补货的，贴老板照片上他就能给我涨工资的。啊，这涉及因果了。加钱是吗？给你5000万，能做吗？祖师爷在上，弟子今天遇到财星临世了。第三个来的是个理工男，抱着个鱼缸，里面游着几条金鱼。季总，这是我的项目，鱼工智能，通过训练金鱼玩游戏，证明鱼类有高等智慧，颠覆生物学认知。我就需要你们这种有理想、有抱负、注定失败的项目。对了，预算多少？1000万。给你5000万，但得升级，别训练金鱼了，训练鲨鱼吧。我要看到鲨鱼玩端游，拍纪录片，全网直播。理工男看我的眼神像在看一个神经病，但我喜欢这种眼神。那天我一共见了23个创业者，全部超额投资，支票开出去8个亿。系统进度条终于动了。晚上我累瘫在5星酒店的真皮沙发上，这辈子第一次觉得
花钱居然也能这么累。很快，我意识到单打独斗不行，于是，在猎头网站发布了招聘信息：急聘首席挥霍官、败家策略师、合规烧钱顾问，薪资面议。应聘要求必须证明自己曾经亏损金额超过500万以上，有10次以上创业失败经历，有丰富的破产经验，心理承受能力强，能接受老板偶尔的精神崩溃。简历投来了3000份，我精挑细选了一批失败学大师。面试当天，会议室里坐满了人才。我最会花钱了，我上个月打牌输了800万。我们需要合法途径。下一个，老板，我有一个项目，投资1万，回报1000万，只要您给我10个亿的启动资金。保安在哪里？把他请出去。经过筛选，我留下了3位西装革履的精英和2位专员。我需要一个方案，能在20多天内合法的花光98亿。季老板，您是说您想处置98亿资产？不是花掉，像倒水一样倒掉。不要回报，不要资产，最好连个水花都别剩。他们互相看了看，显然大受震撼。财务王顾问表情怪异地问：季先生，我能问问为什么吗？纯属个人爱好。他们面面相觑，大感震撼，皆是无语。很快，陆律师摆出厚厚的项目计划书，他站在白板前，激情洋溢。老板，我们要的不是普通的亏损，而是史诗级的，可以写进商学院反面教材的亏损。这是我们从海量不靠谱的项目计划书中筛选出的最不靠谱的那些，请您过目。专员拿出项目表，翻看过后大受震撼。在沙漠里养海鱼，这可靠吗？绝对不可靠，运输成本将是产值的100倍以上，老板绝对稳亏。批准。预算多少？前期投入3个亿。好，马上打款。季总，这种明显不符合商业逻辑的投资，可能被认定为异常交易，税务局会来查。而且，如果被认定为恶意亏损避税，您可能面临严重处罚。检测到宿主试图钻规则漏洞，警告一次，请确保所有支出具备合理商业目的外观。我们可以包装成探索极端环境下的粮食安全解决方案，贴上科技创新的标签，更换更专业的包装。于是我们又雇佣了公关团队、科技顾问团、慈善基金会架构师，团队人数从3人膨胀到30人，每月工资支出1500万。好，这才是正确的烧钱方式，养人，养更多的人才。会议开了3个小时，我们批出去了37个项目，总预算28亿，平均每个项目的存活期不超过2个月。周顾问做完总结，眼中闪着兴奋又惶恐的光。季总，按照这个速度，我们下周就能把剩下的钱全花光。很好，但记住，所有项目意外产生盈利，必须要求立即停止盈利行为，并转向亏损运营。我这辈子没起草过这么离谱的条款。你的律师费加倍。我现在就去写。钱像开闸的洪水一样往外流，系统偶尔会叮一声，进度条缓慢爬升，但随之而来的是越来越多的麻烦。第2天，我狂砸100亿，投资奇葩项目，上了热搜，已经成了热门话题。王顾问兴奋地拿着平板给我看：季总，我们的知名度打开了，现在每天收到的项目计划书超过5000份，全是天马行空的亏钱玩意。筛选专挑最离谱的，预算小目标起步的那种。这个怎么样？全球蚊子灭绝计划，通过绝育让全世界的蚊子失去繁殖能力，预算80亿，太有公益性了，可能真会被联合国支持。否决。那这个为地球安装空调，调节全球温度，预算300亿。这项目听起来太伟大了，我要的是纯粹的愚蠢。最终我们选中了2个论用瑜伽修炼打通任督二脉，对计算机算力的提升作用研究基金，预算5亿；论通过冥想提高 WiFi 信号强度的可行性研究，预算1亿。季总，您知道您现在的行为叫什么吗？陆律师，你在质疑我的精神状态。季总，我拿您50万的月薪，我的职业操守要求我不能不评价雇主的精神状态。话音刚落，前台打电话进来。季总，有位自称是您女朋友的小姐想见您，她说找了您1个月了，让她上会议室来。5分钟后，会议室门被推开，林月月梨花带雨的走到我面前。季浪，我终于找到你了，你知道我这1个月是怎么过的吗？我每天都去你出租屋楼下等你，给你打电话发信息，可你都不理我。林小姐，你有什么事吗？你叫我林小姐，不然叫你啥？听说你攀上沈公子的高枝了，恭喜你啊！季浪，你别这样，我知道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当初是我不对，我不该拉黑你，但我是有苦衷的。季总，我们先出去。不用，你们继续讨论方案。林小姐就说她的不影响。好，既然你让我说，我就都说出来。当初我离开你，是因为我妈病了，乳腺癌晚期，手术费要50万，我根本拿不出来，只能到处借钱。沈浩说他可以帮我，条件是我陪他3个月。季浪，我是为了救我妈啊！你以为我愿意吗？我每天晚上都在想你，想到睡不着。一时间，会议室里只剩下他抽泣的声音。阿姨现在怎么样了？
手术很成功，恢复的特别好。季浪，我就知道你关心我。哦，那阿姨手术成功之后，你为什么没来找我？为什么继续跟沈浩在一起？为什么知道我是网上说的百亿富豪了，才想起来找我？他的表情彻底僵住。我是怕你嫌弃我，我觉得自己脏，配不上你。那你现在怎么又配得上了？因为我有100亿。不是，季浪，你怎么能这么想我？我是真的爱你。我拿起手机找到他的朋友圈，你上个月发的和沈少在海岛旅游，阳光真好。这应该是阿姨住院第2天吧？还有这个新游艇、新生活，这是阿姨住院第3天吧？还有这句话，有些人注定是过客，感恩现在拥有的一切，这是什么意思啊？